我没有脸再回去了。到了前面进山的路口，咱们钻林子。是。别电，注意！哦，让我死吧！别急，这也许就是我的归宿。有没有见我爸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现在，他是不是已经……你快说呀！看样子，他应该没事。现在他们还不敢动。他们在干什么？也许姓陈的挂了彩。是他想找死，他自己跑出来，是没脸回去。更何况他还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处置他呢。这就是叛徒的心态，叛徒的下场。把枪给我。你们何苦来救我呢？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，准备跟我走。我不走，不走。陈先生，不管我跟你的仇恨有多深，但你现在是我的朋友、同志和战友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们可以坦诚相处。你的心愿，不就是把文件完整无损的送到北京吗？可是你这样躺着是无法完成这个心愿的。如果等天一亮，我们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小分队的每一个人都不怕牺牲，当然这也包括你。但是你不能扔下你的女儿不管。陈先生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从今以后，我们真的能够同舟共济，生死与共。我保证。你真的能够忘掉杀父之仇吗？也许我忘不掉，但是我一定会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。
陈先生，现在想来，你做的比我好。你宁愿抛弃荣华富贵，义无反顾的弃暗投明，就冲这一点，你就值得我用生命去保护你。如果我陆超在这个时候还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，那我就是祖国和人民的罪人。不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陆队长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把老骨头就全都交给你了。谢谢你的信任，陈先生。现在外面一定有很多的枪口在瞄准我们，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对面的树林里。好。师长到，猎户是。到。陆队长，你。别浪费子弹了！你们两个过去看看，郑海留下了什么？是。处座，没来得及。我明白。有这根刺扎在他们的肉里，我就一定能稳操胜券。还好，子弹从那儿钻了出去，没伤着骨头，否则这条胳膊就废了。你在那儿跟陈全说什么呢？我说了我该说的话。你以前真的想借敌人的手除掉陈全？我又不是圣人，难道他杀了我的父母，我连杀他的想法都不能有吗？队长有这种想法一点也不奇怪。我就知道一个人为报杀父之仇，隐姓埋名，整整找仇人10年，最后和仇人同归于尽了。队长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，但是你毕竟是队长，我们又不能不为完成任务着想，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。行了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以后谁都不许提了。如果你要是早告诉我们，大家伙也能提醒着你，你心里就会好受一些。你那时候真让我们为你捏把汗，不了解你的人还真以为你有意帮敌人的忙呢。把我当内奸？你总是怕敌人找不到我们，谁能想得通？我当时确实在怀疑，我们内部有内奸，少爷来牺牲前也在怀疑，
不是在指挥部，就是在小分队。这不可能，这种念头必须打消。我们也不愿意相信，但这关系着小分队的生死存亡，我们不能不想啊。就说这次改道去滕州，敌人怎么就这么快知道了？难道敌人真能料事如神？敌人能不能料事如神，我不知道，但他们绝不是酒囊饭袋，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。他的智慧和判断力，绝不在我们任何一个人之下。就拿这次，他硬是在山下等着不走，这就是证明。虽然我不清楚，他为什么不留下足够的人手来对付我们。假如他这次人手够的话，我们是很难从小镇脱身的。最起码，我们不会这么快就把陈全救出来。我同意，这家伙的定力和判断力确实超乎寻常。而且他还有庞大的特务网，只要我们在有人群的地方出现，他就会在最快的时间里知道我们的行踪。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所以我要提醒你们，不要想象可以避开他们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。要是这个任务这么容易的话，那指挥部就不会建立我们这样一支小分队。就算是这样，那我们多想点儿也没什么不对的呀。这个心眼不能多，连想都不能往这上面想。这是命令，必须无条件服从。啊，陈先生，有事吗？陆队长，那行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有事叫我。伤得怎么样？没事。陆队长，我听佩云讲了你跟你的长官通话的事情。不错，我是向我们首长做了保证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我对不住你们，特别是你。陈先生，你别这么说。这要说怪的话，这也要怪我。不，这是不怪你，主要是我太缺乏对你们的了解。你们全心全意、舍生忘死地保护我，可我呢，却只认为你们只是为了我手中的文件，总是担心你们会卸磨杀驴。还是我女儿说的对呀，我真是太自私了。私心谁都会有，无论是国民党人也好，共产党人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只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把握住自己，就没什么可惭愧的。况且我们的信仰不同，世界观不同，人生的经历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不了解、不信任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你没有必要自责，打起精神来，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那就好。陆队长，陆队长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好，我会把你的想法向指挥部报告。如果上级批准的话，我想我们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。
我等你的答复。接生到。你和我从右边主林直接插向渡口。是。师生到。你走这边，记住，尽量隐蔽自己，和小分队保持平行。是。其他人保护好陈玄父女。是。是。出发。走。提高警戒，往前走。陈小姐，陈先生，佩云，别过去！陈小姐，佩云，别管那孩子。保护好陈先生。佩云，放下那孩子。不要哭啊！陈小姐，快回来！佩云，不哭，快回来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啊！不许动！把枪放下！佩云，把枪放下，不然我打死他！起来，起来！放下枪，不然我打死他！佩云，反抗是没用的。这个小女孩的身上装有遥控炸弹，只要我们的人手指一动，陈小姐和这个可怜的小女孩马上就会变成肉块。不信，
你让陈小姐摸一摸。怎么，还不想放下武器吗？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已经处在我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。只要我开枪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。炸弹遥控器解除。雷，雷，你就别再喊了，他睡得正香呢。咱们可以先谈谈条件，要么你们放了陈小姐，要么咱们就打打看。只要你们敢动陈小姐一根汗毛，我就立刻把你们打成筛子。你开枪试试，我立刻打爆他的头，然后我们就来一个鱼死网破。那你们说该怎么办？让我们放下武器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我们宁可牺牲陈小姐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达到目的。陈先生，你同意吗？爸，陆队长说的对，这些坏蛋就是想拿到文件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你就听陆队长的吧。你们要是放下武器，我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闭嘴！陈先生深明大义，不会上你们当的。告诉他们，你愿意照我说的做吗？陆队长，咱们跟这些王八蛋拼了！师妹，处座有命令，不能恋战，不如我们先脱身，以后再找他们算账。如果我们放了这个丫头，我们未必能全身而退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现在是谁也讨不到便宜的时候。你们让我们放了陈小姐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看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那这个交易怎么做？用文件来交换。我们把陈小姐带走，保证毫发无伤。交换的时间和地点，我们会通知你们。那你们怎么找到我们？江对面有个红兵客栈，你们就在那里等我们消息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们现在双方还有机会，要不然我就打死他，然后大家就拼个你死我活。好，那就按你们说的办。假如你们敢伤陈小姐毫发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不仅什么都得不到，我还会让你们付出10倍的代价。你们走吧。撤！慢着！你让我们在红兵客栈等消息，我们总该知道你的去向吧？你要是不讲信用怎么办？陈小姐对我们没有用，你们就老实的等消息吧。还有，我有个兄弟在你们手里，把他给我放了。放了他！滚吧！队长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陈小姐。不能怪你，都怪他自己。我应该想到，他从小就喜欢孩子，他是最看不得
害子受罪的。陈先生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好的。走吧，我们渡江。队长，赵师生还没回来呢。不用等他了，他会在江对岸等我们。快！